诺玛是一位2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在一天的夜里被闯入家中的歹徒残忍杀害，凶手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寒而栗的痕迹。案发现场没有太多线索，唯一的目击者是她年仅4岁的孩子。尽管孩子向警方提供了相关线索，但考虑到年龄原因，警方无法确定信息的真实性。调查进行到第6个月时，案件陷入停滞。10年后，本案迎来转机，警方靠着关键性证据抓获了一名情理之中但又意料之外的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怀尼米港，这里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毗邻奥克斯纳德市和圣巴巴拉海峡，人口约为21000人，是文图拉县下属的一座城市。主人公诺玛出生于1960年11月15日，案发时32岁。诺玛成长在德州一个传统的家庭，家中共有8个孩子，他在其中排行老4。诺玛性格内敛，说话温柔，经常为他人提供帮助，在朋友的印象里是个非常正直善良的人。高中毕业后，诺玛搬到了加州奥克斯纳德读大学。他在学校认识了一名叫托尼的男同学，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这段校园恋情最终有了圆满结果，两人交往2年后，于1982年顺利完婚。同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安德鲁。7年后，又迎来了第2个儿子奥斯汀。诺玛对孩子们十分疼爱，是个非常称职的母亲。一开始，诺玛对自己的婚姻生活还算比较满意，但自从第2个儿子奥斯汀出生以后，丈夫托尼就发生了明显变化。可能是抚养2个孩子压力太大，托尼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他整天都喝得醉醺醺的，不再关心家庭和孩子，把所有责任全都推给了妻子诺玛。为此，诺玛不仅要照顾孩子和家庭，还要外出工作，负责赚钱养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诺玛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于是便有了离开的想法。1991年，两人结婚9年后，诺玛带着儿子们搬到了邻市怀尼米港。她没有和丈夫托尼离婚，两人在法律上属于合法分居状态。诺玛拥有2个儿子的完全抚养权，而托尼每周只有2天探视的权利。在怀尼米港安顿下来后，诺玛很快开启了人生新篇章。她在当地一家商场找了份售货员的工作，同时尝试交往了新的伴侣。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仅仅搬家1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就降临在了诺玛身上。1993年5月30日，这天是个周末，晚上5点左右，托尼征得前妻诺玛同意后，带着11岁的大儿子安德鲁去了城外观看棒球比赛。托尼4岁的小儿子奥斯汀没有参加，一直和母亲诺玛待在家里。由于第2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也就是全美放假的日子，安德鲁不用上学，所以这天晚上他没有回家。观看完比赛后，就住在了父亲托尼的家里。第2天晚上9点左右，托尼把安德鲁送回了前妻诺玛的住所，他没有停留，很快离开了。安德鲁走到家门口，拧了下房门，发现门被锁上了，房间内也没有开灯。他以为母亲可能已经休息，于是就没有敲门打扰。随后通过卧室一侧的窗户爬进了房间。当时安德鲁4岁的弟弟奥斯汀还没有入睡，兄弟2人见面后进行了简短交谈。期间奥斯汀说道，母亲可能生病了，她的脸上有伤，贴了很多创可贴。安德鲁没有真正理解弟弟的意思，他误以为母亲脸上可能敷了面膜或者涂抹了护肤品。安德鲁不想打搅母亲休息，更不想让母亲知道自己很晚才到家，所以他没有出去查看。在叮嘱完弟弟早点休息后，两兄弟很快就睡了。第2天一早，托尼像往常一样来到前妻诺玛家，准备接大儿子安德鲁上学。然而他刚走到门口，马上就察觉到了异常现象。诺玛的家门紧闭，敲门始终无人回应。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后，托尼使用信用卡划开了房门。紧接着他看到了非常可怕的一幕，诺玛头上缠着许多胶带，一动不动地倒在了地上。托尼见状赶忙上前割开了这些胶带，但当时诺玛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看到这种情况，托尼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到现场。比较庆幸的是，诺玛的2个儿子没有受到伤害。
在把孩子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查。诺玛被发现时，整个头部全都被胶带死死封住了，从前额到下巴足足缠绕了14圈。他的衣着相对完整，尽管裤子被解开了，但是没有遭受侵犯。在尸体不远处的地板上，警方找到了一串家里的钥匙。案发现场没有非法侵入的迹象，房间内也没有丢失贵重物品，除了缠绕在头上的银色胶带以外，警方没有找到凶手遗留的其他线索。基于现有情况，警方认为凶手大概率和诺玛认识，并且应该存在很大仇恨。凶手用胶带封住诺玛的头，可能是为了避免和他产生目光交流，从而降低自己的罪恶感。使用这种过度极端的作案方式，很可能是出于泄愤的目的。作为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诺玛的前夫托尼首先接受了警方询问。托尼向警方详细讲述了案发前后的所有经过，并且告诉警方自己是无意间进入了案发现场。平时他除了接送孩子上学以外，很少会去诺玛家。案发那段时间，他一直和大儿子安德鲁在一起，绝对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通过相应的不在场证明以及测谎，警方排除了托尼的嫌疑。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警方获得了犯罪实验室的初步分析报告。技术人员在诺玛的指甲缝和胶带上分别发现了凶手的生物证据。不过当年的 DNA 技术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检测对样本的数量和质量有很高的要求。由于发现的生物样本数量很少，不足以支持进行 DNA 鉴定分析，所以这些发现暂时无法给警方提供帮助。但警方也并不是一无所获。法医对诺玛检查后，推测死亡时间大概在5月31日晚上，也就是诺玛大儿子安德鲁回家的那晚。于是警方又询问了安德鲁案发当晚的情况。安德鲁告诉警方，那天晚上他没有见到母亲，但是4岁的弟弟奥斯汀曾经提到过母亲脸上贴了创可贴的事情。当时他没有理解弟弟的意思，现在他已经搞清楚，弟弟所说的创可贴实际上就是缠绕在头上的胶带。这条线索马上引起了警方注意，他们意识到年幼的奥斯汀可能目睹了事发经过，于是又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询问了奥斯汀。意外的是，4岁的奥斯汀直接说出了一位嫌疑人名字。 Austin. Miss Mommy. That's right, baby. She's up there. Somebody do something bad to your mommy? Put tape on tape. What were they doing before you put tape on your mommy's mouth? Screaming. What color is she? White. White? What color is her hair? Yellow. Yellow. Would you like for me to put that bad person in jail? Mm-hmm. What was her name? White. What? 掌握了这条线索后，警方走访了诺玛的朋友和同事，以了解沃伦和诺玛之间的关系。在诺玛的好友兼同事贝尼塔那里，警方得知了一些重要线索。沃伦是诺玛曾经的同事，两人在一起工作了大约2年时间。在这期间，沃伦一直在追求诺玛，不过诺玛不喜欢沃伦的个性，所以就没有答应。诺玛为了照顾沃伦的感受，还是和原来一样把他当作朋友。案发2天前，诺玛在家举办了一场派对活动，当时参加派对的大约有10几个人，其中就包括了嫌疑人沃伦。沃伦也是派对上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引起警方注意的是，诺玛在派对结束后发现家中的钥匙不见了。当时他找遍了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那串钥匙，但后来那串钥匙却不知何故出现在了案发现场。警方怀疑这一切可能与沃伦有关，于是马上对他进行了审问。沃伦告诉警方，他和诺玛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没有追求过对方。他确实参加过2天前的派对活动，最后一个离开只是为了帮助诺玛打扫卫生。他并不清楚丢失钥匙的事情，也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案发那晚，他和几个朋友去了酒吧喝酒，直到凌晨2点左右才回家。到家后，他很快就上床休息了，再也没有外出过。警方不相信沃伦的说法，因为毕竟诺玛的小儿子奥斯汀亲口说出了他的名字，于是警方提出了测谎。没想到的是，沃伦居然也通过测试洗脱了嫌疑。面对这种情况，警方只能认为4岁的奥斯汀可能记错了。在审问即将结束之际，沃伦谈起了诺玛的个人生活。据他所说，诺玛曾经与一名叫丹尼尔的男子谈过恋爱，
丹尼尔是诺玛大儿子安德鲁的棒球教练，两人分分合合在一起交往了大约几个月时间，最后分手的原因是丹尼尔移情别恋，爱上了其他女人。诺玛非常不甘心，他想了各种办法，打算与丹尼尔重归于好，但是都被丹尼尔拒绝了。为此，丹尼尔的新女友对诺玛产生了很大不满，因为这件事情两人发生过冲突。得到这条线索后，警方又对丹尼尔和他的女朋友进行了调查。他们通过查询通话记录的方式，得知诺玛在案发前一直和丹尼尔保持着密切联系。还有诺玛的大儿子安德鲁作证说，案发前几周，丹尼尔曾经用同样的胶带帮他组装过一个篮球架。这些发现让警方加深了对丹尼尔的怀疑，于是他们马上审问了丹尼尔。丹尼尔承认自己与诺玛有过交往，两人分开后也确实发生过不大不小的矛盾，但是他们已经达成和解，从恋人变成了朋友。他们频繁打电话，只是在正常社交，没有其他不正当关系。案发那晚，他一直和女友还有父母在一起，绝对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通过测谎还有丹尼尔父母的作证，警方确信了这一说法，排除了丹尼尔和他女友的嫌疑。此时调查已经进行了1个月的时间，但案件仍然没有进展。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他们突然接到了诺玛家人提供的线索。根据家人的说法，诺玛自从搬家后一直在替别人保守着不光彩的秘密。这个人就是警方采访过的同事兼朋友贝妮塔。贝妮塔是个有家室的人，但她却一直背着丈夫与其他男人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贝妮塔和情人经常在外面厮混，他们为了节省开房费用，把约会地点定在了诺玛的家。诺玛出于帮助朋友的想法，没有对外谈论过此事，而且为了方便两人约会，还给了贝妮塔一把家里的钥匙。原本诺玛的家人不想对外透露，但考虑到案件一直没有进展，于是只好说了出来。这条线索马上引起了警方注意，他们认为在第一次问话时，贝妮塔没有详细说明这一情况是非常可疑的。作为诺玛的好朋友，他应该尽可能提供线索，而不是有所隐瞒。出于这个原因，警方再次审问了贝妮塔。这次谈话中，贝妮塔极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件事情。她解释说，自己并不是不想提供线索，只是担心会影响家庭。她和诺玛的关系很好，没有发生过矛盾。警方相信了贝妮塔的说法，随后把注意力放在了贝妮塔的丈夫身上。警方怀疑贝妮塔的丈夫可能发现了妻子的秘密，从而对提供约会地点的诺玛进行了报复。因此他们又审问了贝妮塔的丈夫。贝妮塔的丈夫告诉警方，他和诺玛只是见过几次面的熟人，并没有很深的交往。他不清楚警方为什么会怀疑自己与这起案件有关。虽然贝妮塔的丈夫表现出了不知情的样子，但是警方为了调查清楚，还是向他说了贝妮塔出轨的事情。贝妮塔的丈夫不相信妻子会出轨，并与警方再三确认了此事。得到确定答复后，贝妮塔的丈夫彻底崩溃了。他告诉警方，自己在案发那晚一直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很多同事都可以证实这一点。通过测谎和走访他的同事，警方确信了这一说法。非常遗憾，这次警方还是无功而返，而且还顺带戳破了一个见不得光的秘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警方又陆续调查了数十位嫌疑人，但最终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调查进行到第6个月时，由于缺乏新线索，案件逐渐陷入停滞。时光飞逝，转眼来到了2003年，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0年时间。在这期间，诺玛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伸张正义，他们几乎每个月都会与警局联系，询问案件进展。在诺玛家人不断坚持下，本案终于在7月份重新启动调查。这年 DNA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所以警方也很有信心能够抓到凶手。他们首先做的就是重新检测当年的物证。分析人员利用最新技术顺利提取到了凶手的 DNA， 接着警方又对当年的所有嫌疑人采集了 DNA。 在采集的过程中，警方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嫌疑人之一的贝妮塔丈夫始终不愿意配合。不过这也没有难住警方，他们从贝妮塔丈夫的垃圾里顺利获得了他的 DNA。 但最后的比对结果是警方没有预料的，凶手不是拒绝配合的贝妮塔丈夫，而是诺玛小儿子奥斯汀一开始所说的沃伦。这个结果也就说明当年沃伦成功骗过了测谎仪。掌握了这项关键证据后，警方立即对沃伦进行了审问。
沃伦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表现得相当自信，他亲切地和警探握了手，还聊了一些近年来自己的情况。当被问到他的 DNA 为什么会出现在诺玛身上时，沃伦只是说他和诺玛没有发生过关系，因为在沃伦有限的认知里，他以为 DNA 只能通过发生关系才会传播。也正是他的错误理解，才在重启调查时非常配合地交出了自己的 DNA。 警方给沃伦普及了 DNA 相关的知识，并且拿出了检测报告。沃伦的 DNA 不仅出现在了诺玛的指甲缝，而且胶带上也有他的 DNA。 起初沃伦仍然负隅顽抗，但最后了解到相应的法律后果后，他为了避免可能的死刑判决，承认了谋杀的事实。根据沃伦的说法，他追求了诺玛大约2年时间，但是诺玛一直不愿意和他交往。这件事情让沃伦非常恼火，于是决定对诺玛进行报复。案发2天前，沃伦在派对上偷偷拿走了诺玛家的钥匙，仅仅1天后，他就拿着钥匙悄悄潜入了诺玛家。当时是晚上7点左右，诺玛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沃伦一下摁住了熟睡的诺玛，两人在沙发上发生了激烈搏斗。在这过程中，诺玛抓伤了沃伦，因此他的指甲缝里留下了沃伦的 DNA。 犯罪结束后，沃伦使用胶带封住了诺玛的头，目的是不想看到诺玛死去的样子。他在切断胶带时使用了牙齿，所以又在胶带末端留下了自己的 DNA。 虽然不清楚沃伦为什么要解开诺玛的裤子，但推测他可能想进一步犯罪，可能由于太过紧张或者其他原因，最后没能成功。沃伦的整个犯罪经过都被诺玛的小儿子奥斯汀看到了，因为奥斯汀年龄太小，沃伦不认为他会产生威胁，所以就放过了奥斯汀。2005年，诺玛遇害12年后，此案进入了审判流程。沃伦麦基因犯有2级谋杀罪，被判15年至终身监禁。现年59岁的他仍然在加州乔奇拉市的山谷州立监狱服刑。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